在我做博士论文期间呢，搜集了23份农家子弟的自传，访谈呢是进行了20位。我叫陈某，现在是在北京师范大学做教育社会学研究。我的研究对象是80年到95年之间。高等教育它承载了是每个家庭他都想让自己的孩子去拥有一个更好的社会位置。很多农家子弟就走上了这样一条走出农村子不成父业的一条人生道路。又是研究者，自己又是亲历者，是来自于我农民家庭，小时候都经历过，就父母的那种辛苦去拔草啊，去插秧啊，去这个喂猪喂牛喂鸡啊，有时候学费是借的。我小学的时候成绩在班里呢也是前几名，大家会说说这家的孩子说是个读书料，有时候确实是一种挑衅。北师大当年在安徽的那个分数线是617，我就考了617，有读书这条道路了，自己和同龄的小伙伴慢慢向上走，走到最后就剩我一个就是很多人真的因为各种各样的原因是被埋没的。博士那时候到了那样一个阶段，需要去重新去面对自己，这一段时间来做的这个研究。积累的这个总共的访谈转录加上自传呢，现在已经有130多万字，有80多位这个农家子弟。这些孩子来说，他会用钱来描述一个生活状态。有个女孩就讲，她的父亲楼上跑上跑下搬这个煤气罐，送一瓶煤气罐，他赚2块钱。他们为什么会经常会很清晰的记得那几毛钱？是因为这个钱在他们的家庭生活中是太稀缺了。爱情的话，有个女孩子就说她不配有爱情，说这么一句话，说谈恋爱要花很多钱的，难道我要都让男孩子来付吗？男孩子其实更明显，自卑的，经常是暗恋的。有个男孩子就说，经常假如说本来有100的话，现在就50了。他觉得他没有办法城里的女孩子他自如的交流。这种对钱的理解又会延伸到他们和家人的关系，他们会要用学习来回报家庭他们要极端的克制，要专一，要把学习作为一种道德事物像我高一的时候，就学校生活中的不适应学习成绩的落后带来了内心的苦闷经常去网吧。我印象很深，就在我们家的那个堂屋，他就问我，你到底在干嘛？那个时候我妈妈就哭了，她没有怎么批评我，她就哭了，我也哭得很伤心。就是像有的孩子就跟我还想去支教支教几年想出国去读书，但是呢他一想到家里的这个经济条件，他就会想到我要找一个很稳定的工作，我要好像这个才能对得起父母一样。有个男孩子就说他其实是没有和父母有拥抱过，室友会跟父母事无巨细这个恋爱的事情学习的事情他呢每次可能5分钟10分钟，最后就聊不下去了。很多农家子弟经常讲说我学业上工作选择上我甚至婚恋上很多时候没有办法去跟父母去很细致的讲，父母帮不上忙，就这些困扰说出来得不到一个有效的一个回应，反而还会徒增这个父母的烦恼。他是家庭的第1代大学生走在了一个家里所有的人他们都没有走的人生道路上。他们选专业首先就是两眼一摸黑的，和自己的很多这个兄弟姐妹亲戚之间在观念上还是有一些差别，有点怕回家。在城市里呢，房价非常高，生活成本比较高，然后更别说这个成家立业了，这是一个比较孤独也曲折也充满痛苦和挣扎的一个人生道路吧。一位在读的女博士生经常会说我以前干过很多农活我力气很大，晒得很黑。我们访谈了4次，大概是要分开的时候，他就讲，他说过去的我都不在意，家人的那样一些小小的一些怨的，一个人他把这些东西都倾诉出来之后，来让自己的内心获得一种平静，这个对我的这个冲击还是很大的。农家子弟会给我来信，直到现在还不断的有来信。做这项研究，把它理解为是一种疗愈，从这些故事背后看到我们的城乡关系，看到我们中国社会的变迁，乡村振兴，包括这个脱贫攻坚，这是很重要的某种意义上也是很伟大的。
我们这个社会在迈向一个更加公平正义的这样一个社会，城乡的这个边界它变得模糊，乡村的优势重新被看见。在什么样的一个家庭出生，他都能有一个比较好的一个发展的空间。那农家子弟他们通过读书进行社会流动的这种痛苦受到的冲击，都会得到缓释。